T55都来了，T34还会远吗？之前火力军聊过 ，T54被派上俄乌战场，现在轮到 T54的好兄弟 T55了。当时也说了，在北约援乌豹2、挑战者2和 M1的大背景下，俄军用这种薄皮的坦克上前线，那就是送人头。不过就结果来看，俄军也知道这种情况，压根儿没把 T55这种老坦克编入坦克营，而是编入炮兵营。问题来了，这种太爷爷级别的坦克在炮兵营能发挥作用吗？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的钢铁洪流算是彻底失败了。俄军凭借坦克数量不仅没取得优势，反而被炸得七零八落。主战坦克也是越换越差，把博物馆的坦克都拉出来了。从最早的 T90M、T80到 T72，后来又将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 T62送上战场。听说俄罗斯陆军的王牌坦克部队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都开始用老式的 T62了。虽说部分 T62的官瞄系统获得升级，夜间作战效率加强，但是这种老坦克缺乏现代爆炸反应装甲，在战场上根本活不下去。现在更过分 ，T55都来了，反观乌军的坦克越换越好，从 T64、T72到 T80，再到挑战者2、豹2。当然，俄军这个时候起风的 T55性能跟二战结束那时候不一样。T55虽然跟 T54高度相似，但却是一种全新的坦克，其主要武器是一门 D10T 型100毫米线膛炮，改进自苏100自行火炮配备的100毫米炮，在当时可以击穿北约的任何一款主战坦克。为了提升射击精准度， T55坦克还有火炮双向稳定仪、红外探照灯等装备，后来还全面升级过，比如 T55AM 加装了全新的弹道计算机、激光测距仪，为了提升坦克炮的威力，还专门开发了100毫米炮射导弹。为了提升防护能力， T55还加装了外挂式附加装甲，当然没什么用就是了。单论性能，斯洛文尼亚援乌的 T55改良版 M55S 都比 T55的改进版先进不少。90年代初期，以色列给斯洛文尼亚的 T55制定了现代化改装计划，火炮用带以色列弹药的英国105毫米 L7A1 线膛炮，还加装了以色列的主动防护系统、现代火控系统、激光预警系统、烟雾弹发射器、发动机、新履带等等。改完之后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成了一辆新坦克。M55S 在斯洛文尼亚军队服役到2007年之后就退出现役储备。俄乌战争开始之后，斯洛文尼亚就援助给乌克兰了，以色列出手改装，现代化程度要比俄罗斯好得多。所以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俄军的 T55没法跟乌军的坦克相提并论。不过俄军玩得很花，没把 T55当坦克用，而是充当突击炮以及自行火炮，作用就跟之前的 T62M 差不多，在防御中打击乌军步兵，在进攻中协助步兵打击乌军工事之类。毕竟 T55用的 D10T 型100毫米坦克炮可以配备预制破片榴弹，杀伤力与一门120毫米迫击炮差不多。根据俄罗斯前线战地记者的报道可以确定， T55装备的单位确实不是坦克营，而是在炮兵营。就从坦克营要来了一些坦克驾驶员、战斗室里的车长、炮长和装填手，都是从炮兵部队调来的。在俄军的定位里， T55不是坦克，而是自行火炮。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，俄军炮兵营需要这种100毫米火炮吗？说实话，从编制表上来说，拿坦克当火炮并不算奇怪。目前的俄军旅级编制内有2个炮兵营，一个火箭炮营和一个反坦克炮兵营。其中有些炮兵营会装备 2S1 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，反坦克炮兵营则是会装备一个连的 MT12 型反坦克炮，但是俄军一般都是拿 MT12 当加农炮用， T55也不例外。以 D10T 型坦克炮配用的榴弹装药量来看，把它当做一门122毫米自行榴弹炮来用也没有太大问题，对付一般的装甲车辆和步兵火力点绰绰有余。而且 T55经过改造之后，防护也比一般的装甲车强，估计俄军会在自己的旅属炮兵营或者反坦克炮兵营里加1个连或者2个连的 T55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支援一线部队交战，或者作为预备队用来和旅里面的 9P149导弹发射车协同作战。至于跟坦克对战，不是 T55的任务。
而且现在的俄乌战场上，在平原上大规模坦克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城市战才是主题。但是在乌军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条件下，俄军的坦克基本没什么用，步兵部队很难推进， T72、T80出来就是送人头，所以坦克之间的直接对抗很少，基本上都是无人机秀操作。坦克的作用还是作为直射火力平台，靠发射高爆弹掩护步兵推进，所以 T55只要能掩护士兵，可以打击掩体目标就行了。至于老坦克皮薄的问题无所谓，反正标枪打 T72也是一发，打 T55也是一发，不可能一串二，二者本质上没太大区别。拿 T55当火炮用，就只有一个问题，炮管的寿命太低，线膛炮长期发射榴弹炮，损耗会特别快，加上当时炮管的制造工艺一般，随便发射几百发就没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库存产品，属于垃圾回收再利用，能够发挥一些余热就已经够了，哪怕是刚发射一发榴弹炮就被标枪干掉也不亏。俄军 T54、T55的成本不到20万美元，跟一枚标枪导弹的成本差不多。而且各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一线步兵，是想继续蹲战壕，还是选择参加个短期坦克培训班开坦克？火力军肯定是选择开坦克，至少还有层装甲，所以还管什么老不老的问题，总比没有强。纵观整个俄乌战场，虽然星链、无人机、苏57以及匕首、爱国者等武器都出现了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战术打法还是低水平战争，也能说是回归传统。在尖端武器不足、大规模打击很少的情况下，老装备虽然过时，但再过时的装甲也比带单兵肉身更能扛，战斗力也还行。同时 T55数量优势也很大，保守估计俄军封存的 T54和 T55近万辆，修补补之后凑个几千辆并不难。其次，就算是乌军反攻，俄军也不会拿坦克对轰，没办法，坦克不多了，更多的还是用反坦克导弹、火炮以及无人机。而且对于一场消耗战而言， T55在战场上还有其他作用，比如当炮灰扫雷。在缺少扫雷手段的情况下，俄军可以用更廉价的 T55用来开路，装甲车的防护不行，被炸一下估计跟成员一起挂。但坦克不一样，就算是 T55这种老太爷级别的坦克，抗一些普通的地雷还是可以的。而且 T90M 和 T55在面对乌军的反坦克地雷时，效果没有差别，反正也就是炸坏履带的结果。而且就俄军的情况来看，还需要大量的主战坦克来承担主力，同样可以让 T55当炮灰，反正坦克一定会损失，为什么不选择损失更小的那个？ T55这种二战后制造的坦克价格挺便宜的，就算是受损，俄罗斯也承受得起。对于乌军装备的北约反坦克导弹来说， T55和 T90M 生存能力差别并不大，几乎都是一发导弹完事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坦克在战场上脆弱性，如果不是用于主战坦克之间的大对决，俄军比较先进的坦克跟 T55的差别并不大。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各位也都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一场长期消耗战。俄军在战场上使用 T55这种老式库存坦克，算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去库存方式，或者说是消耗得起的作战模式，也刚好符合苏联与俄罗斯的思维。武器是消耗性装备，不需要有人性化的设计，也不需要考虑后勤维修。老式坦克的火炮发射速率低，大概1分钟3发炮弹，炮塔转动速度慢，豹二和挑战者都是7到10发。俄罗斯这是想靠量来堆死对方，只求最终的结果，不管损失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俄军使用 T55也是身不由己。经过1年多的交战，俄罗斯现在所有的现役武器装备都折损了一大半，想要应对乌军的反攻，只有想方设法生产新的装甲武器，但是没法造啊！北约通过制裁将俄罗斯的机床远程锁死，同时电子元件也没法得到，后续俄军装备的维护和零件更换没法用，这也就决定了俄罗斯无法大规模生产新一批坦克。就比如 T90造出来不仅是需要坦克炮，还需要大量的电子元件，在俄罗斯遭受制裁的情况下买不到，现在恨不得把洗衣机里面的零件都拆出来，放到大炮上或者放到导弹上去。所以俄罗斯只能选择从库存中起风和翻新老坦克，以最快速度解决前线部队战争装备不足的问题。
其次，老式坦克对成员的要求也低 ，T90、T80确实挺先进的，但是被击毁之后很难修复，并且坦克兵培训时间也长。但 T62与 T55的操作方式比 T90要简单得多。这些老坦克一般是4人成员组，火炮没有自动装弹机，操作起来比较简单，就是个体力活。T55上面装备的是100毫米的线膛炮 ，T62坦克装备的是115毫米的滑膛炮，威力还行，轴承比较小，电子元件也不多，操作方式比较简单，培训个几周就能上战场。不管作用如何，总比放在仓库里吃灰要强。说实话，这样给前线士兵送垃圾的做法，估计就连乌军看到后都会为俄军有这样的上层而默哀2秒。只不过火力军比较好奇，如果这批老旧坦克又打完了，俄罗斯还能从苏联的棺材本中掏出些什么？ T34还是披挂化石反应装甲，扛着125毫米滑膛炮，配备激光测距仪以及热像仪的 IS-3，再或者是 T54、T55的后备坦克 T10M。只是老旧坦克的性能太差，扛不了大梁。再这样下去，就让德国那边再重做虎式坦克，美国也造点谢尔曼坦克援助乌克兰，要不然就有点欺人太甚了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乌克兰也在经历消耗战。为了弥补与俄罗斯在深管火炮和火箭炮数量上的差距，乌军还回收损坏的 BM-21火箭炮或者仓库里战机机翼下的火箭弹发射器，然后把这些火箭弹发射器用螺栓固定在拖车、皮卡或者平板卡车上，制造出一个临时的火箭炮。乌军还在 MT-LB 履带式装甲车上安装了100毫米 MT-12反坦克炮。同样，步兵战车也能配备反坦克导弹，可以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，凭借可靠的杀伤力摧毁装甲最后的主战坦克。就比如 M2 配备陶式坦克用于坦克作战，也可以把斯洛文尼亚援助 M55S 作为步兵的支援，攻克堡垒或强化工事，就跟俄军使用 T55的方式差不多。毕竟 M55S 坦克只有36吨，这种重量较轻的坦克在后方、侧方和顶部防护能力偏弱，遭到攻击后估计会直接暴毙，很适合作为远程支援火力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M55S 在战场上的定位就跟法国的 AMX-10或者意大利的半人马装甲车提供直接火力支援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步兵战场能完全替代坦克。步兵战车装甲太薄，扛不住坦克炮的攻击，就算是配备反坦克导弹，也只适合远距离攻击，不适合近距离作战。只是如果没有坦克作为主力，装甲部队损失会比较大。之后坦克数量跟上之后，乌军还是按照正常的比例和战场定位，把坦克与步兵战车分配给重型合成旅。总的来说，俄乌双方的武器数量都不多了，俄罗斯启动 T55，乌军改装武器都是无奈之举。只是俄军有封存坦克，乌克兰没有，只能依靠北约援助。按照目前各国的援助力度，可以满足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的消耗。但如果乌方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反攻，还要加大援助力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T55这种老坦克还有什么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